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租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非常重要，打气孔、补槽子，然后呢上表土。好的，今天上午呢，我刚刚在U 号租了这个拖车，然后呢去 Composite Yard 买了一个 Cubic Yard 的 Top Dressing， 也就是表土。然后呢又去了 Lowe's 去租了打孔用的专业的机器。现在呢一切东西都搞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这样一步的工作。那么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打气孔。这个机器呢，我以前用过一次，好像需要适应一下。一个 trick 就是这里，它租的时候呢，有的租的地方它不配这个重物，这个重的东西一定要配，如果不配的话，很难控制，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非常难控制。那么这个一定要有，然后其他就很简单。这里这个是 gas， 调到 on， 那么就 gas 就通了。然后这里是一个 choke， 就是一个风门，那么发动的时候把它关闭。这里有一个开关 on off， 把它打到 on， 然后呢，这样拉一下就可以了。用这个机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小心。如果你的草地上有灌溉系统的话呢，小心不要让它打到那个灌溉的头。一打到的话，很可能那个头就坏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爱用这种机器。打气孔呢是草坪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步骤，主要目的呢就是在草坪上打出深洞，这样呢让草坪变得透气，氧气、水分和肥料呢都能够深入到根部，同时呢也会减少干草的形成。关于打草根呢，我上一个视频已经介绍过了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打气孔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草根呢可以向下发展，尽量扎得深。当草根越深的时候呢，就越不怕高温和干旱，就越健康，就意味着上面的草呢就会长得越好。这个草根扎得深不深呢？到7、8月旱季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明显。如果你的草根扎得足够深，那么它在7、8月份呢就不怕高温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草坪不够大呢，就不太好掌握，经常要拐弯。有一些网友说他们的草坪很大，那么就非常好。如果草根很浅，只有1、2英寸的话，那么7、8月份很多草都会死掉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草坪呢是否需要打气孔，或者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步骤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呢，做一次还是必须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草坪的渗水性比较好的话，沙质土壤，那么1、2年做一次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小的草坪弄起来也不是很方便。如果你的草坪比较大的话，用这个工具还是不错的。你拐弯就不好。如果是那种容易板结的粘土地，那么1年1次是最起码的。像我这个草坪呢，实际上是粘土地，那么我前几年呢都是春秋呢1年做2次，这样呢，经过2、3年以后呢，这个土质呢有了明显的改良了。然后在哪一些区域呢需要特别注意呢？就是那些在走的比较多的区域，比如说小孩子经常玩耍的区域。那么这里呢要经常打气孔。看这里这个头就被剪草机打坏掉了，这个就要重新换了。这个机器呢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转弯的时候比较费劲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大草坪，很多网友说他有几万尺的草坪，
非常好，这个东西大概1个小时就搞定了。如果你拿那个手动的工具，可能要搞好几天，所以还是物有所值的。这个洞呢，这个算打的比较深的，大概有3寸，有一些浅一些，因为有一些那个拐弯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抬一下，这样就会浅一些。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本来呢应该会打出这种东西。今天呢，这东西不多，很少，可能是因为初春吧，这个土壤比较潮湿，所以呢，不是很整出来。这个东西留还是不留呢？很多网友问这个问题。那么有一些人说这个留在土地上比较好，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腐殖质，可以增加草地的养分。我的观点呢，就是这要看你草地的这个状况。如果你这个草地这个土壤不错的话呢，可以留。但是如果是那种粘土地的话，土壤不太好，你需要改良土壤的话呢，那么最好把它清理掉。这样呢，你新的 top dressing 上去以后呢，会增加这个土壤的渗水性，对你的草坪比较有好处。那么今天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这种东西不多，我一般都是把它清除掉的。但今天呢，这东西很少。另外，这个草坪呢，经过我2、3年的改良呢，现在已经比较松软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省略了这一步，我就把它留在这个草地上。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土壤的状况。还有呢，像一些比较小面积的草坪，那么我呢用这种工具，这种是手动的，打孔用的。它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小孔，它会打出来。然后呢，这种手动的工具呢一般分成2种，有一种呢像叉子一样，我建议用这种带孔的。这样呢，你插进去以后呢，实际上它有一些孔呢，它会出来，这样比较好。另外，这种小面积的草坪呢，包括如果你在都市区，你的草坪面积不大的话，其实这种手动工具也是非常不错的，用起来很方便。如果你在旱季的时候打孔呢，可能会发现这土壤非常硬，板结非常严重的话，那么你就需要预先浇水，或者等一个下雨天过后再做这步工作。这个呢是我之前买过这个打孔的工具，这个很简单，就像一个叉子一样。然后它插进去以后呢，稍微转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呢？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，它是把这个土压进去，形成一个孔，不是一个管状的东西，把中间那个土壤给它取出来，所以这个呢我不是很推荐。而且呢，这个打起来也比较费力。好的，刚才呢打气孔呢算打完了。那么下一个步骤呢，可能有点争议，是先施表土还是先撒草籽呢？我觉得这个呢取决于你表土的量有多少。像去年呢，我定了2个 cubic yard，量比较大，有些区域呢可能会有超过2英寸厚的表土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呢，我一般就是先施一层表土，然后再撒草籽，那么最后薄薄的再施一层。基本上的原则呢，就是这个表土呢不要覆盖的太厚，如果超过2英寸的话呢，最好呢先施表土，然后再撒草籽，最后呢稍微撒一点表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只定了1个 yard 的这个 top dressing， 所以呢，我准备呢就先撒草籽，因为这1个 yard 铺上去呢，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很薄的，应该不到半个英寸，这样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另外这种草籽呢，这种呢是我今年第1次使用，是我在一个专业的 supplier 呢购买的 premium 的草籽，是 sun and shade， 就是阳光和阴凉地方都可以，是混合的。这草籽呢，我去年呢也做了一期视频，就是说讲了一下如何选择。如果大家对那个话题感兴趣呢，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那么我只想说一点呢，就是这个草籽，当你不知道用哪一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试一下，然后包括去一些 Home Depot 那些 box store 可以试一下不同的种类。然后呢，当你发现有一个品种特别好的话，非常适合你庭院的环境，那么你就stick to 那个品种，就不要再换了。这样呢，每年都是一样的品种呢，你的草坪呢最后长出来呢会非常的均匀，非常的统一，会比较美观。如果你经常换不同品种的话呢，因为每一种它
它的混合的成分都不一样。如果你经常换的话呢，这个草坪呢就会显得就是不同草的形态它是不同的，所以最后呢就会显得不那么均匀。这个呢是一个小 trick，这种呢我准备今年试一下，如果好的话，我以后都会买这种草籽。所以草籽这种东西呢，有时候并不是说有时候他们打折你就去买，如果跟你所使用的东西不一样的话呢，即使打折也不要去买它，你一定要一直买那种你最满意的这种草籽。那么用多少草籽比较好呢？这个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，因为首先呢，这个草籽跟草籽有不同，另外呢，你草坪的状况也不同，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指标呢，就是草坪的每1000个平方英尺用1到5磅，那么这个数字其实非常宽泛。那么我的理解就是，如果你是新种的草，那么可以取高值，比如说4磅到5磅。那么如果你是 overseed， 如果你的草坪比较稀的话呢，可以取中间值，比如说2磅到3磅这样的。如果你的草坪状态还不错，比较密的话呢，可以取低的1磅到2磅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我这个草坪呢还算 OK 吧，所以呢我就取比较低的值，大概1-2磅每1000个平方英尺。我这个草坪呢有大概4000个平方英尺，所以呢用量大概在7-8磅左右吧。我这个呢这一袋呢有22磅，10公斤。秋天如果再 overseeding 一次的话，那么今年还用不完，明年还可以用。有一个网友问呢，说这个草籽会不会过期？那么我的理解呢是，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过期日，但是呢，如果草籽呢，储存的时间过长的话，会影响它的出芽率。所以过期的草籽呢，哪怕是去年、前年的草籽，你还是可以用的。只不过你要观察一下，过2-3个礼拜发现出芽率不高的话呢，赶紧去买一些新的草籽，再把它补上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这种混合性的草籽，这个上面呢有标识，告诉你这个草籽里面的含量是什么。这里呢是40%的 Red Fescue，40%的 Ryegrass， 还有20%的 Kentucky Bluegrass。这个呢也不用称了，大概1/3吧。这个呢，我 setting 到2，相当于2磅一个1000个平方英尺，这个是最低的量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这草籽很小，几乎看不见。这个呢，我去年做过一期视频，怎么样试表土？其实，程序都是差不多的，基本上就把它平均均匀的撒到草地上就可以了。这个呢还是比较辛苦的，所以需要点体力。这一个的大概15-20车吧，差不多。
先把它堆在草坪上。耙子的背面。这样可以给草坪增加一点这种有机的腐殖质。最后，我用这个自制的这样一个工具，把它拖平。这个呢，加了一块砖，大概有20磅左右，有点重量。这样呢，可以把这个沙子、这个 top dressing 更加均匀的分布。另外呢，这个新的草籽呢，可以让它更好的和这个 top dressing 结合。好的，今天的工作就基本上做完了。打气孔、补草籽，然后是施表土，还是蛮辛苦的。基本上搞了我好几个小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草坪呢，看上去很斑秃，有一些新土覆盖着草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过2个礼拜就会焕然一新了。做完这步工作呢，要立刻浇水，因为这个表土呢，它有一定的热量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浇水的话呢，这个草啊和这个种子会被烧死。所以呢，这步工作是绝对不能够省略的。另外呢，施草籽以后呢，成活率是非常关键的。一般这个新草呢，在2个星期以内都会发芽。如果2个星期没发芽呢，就证明这次补草籽就失败了，可能你要再做一次补草籽的工作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浇水不够。这个草籽呢，一定要在湿润的情况下才能发芽。基本上第1个礼拜呢，每天要浇2到3次水，可以早中晚各浇1次。那么第2个星期呢，可以每天浇1次。第3到第4个礼拜呢，可以隔1天浇1次。在第4个礼拜以后呢，新草基本上已经长得有差不多2寸高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考虑第1次剪草。另外呢，可以恢复正常的浇水。好的，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如果您第1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，欢迎您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如果您觉得这一期节目还不错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